一座大山悬崖之上，我们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令人惊叹的奇观：一座全木质的房屋竟然孤立在绝壁之上，仿佛悬空而建。房屋门前就是万丈深渊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惊心动魄。远远望去，这座木屋古朴沧桑，结构精巧，仿佛已在风雨中矗立多年，真是让人难以想象，为什么会在这么险峻的悬崖上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子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大山里面，在我身后的悬崖绝壁上，竟然建有一座非常神秘的房子。大家看，就在那座山的悬崖上，房子距离地面的话，大概在200-300米左右。这么险要的地势，我很好奇，这座房子到底是怎么建上去的？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带着大家上去一探究竟。刚才我们用无人机探了一下路，最终呢，在这个山的侧面发现了有这么一条小路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到达哦。如果说从这里能到达的话，我估计在半个小时左右。你们看，这里地里全是盖的这个薄膜。不知道里面种的是啥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好像是玉米，玉米已经发芽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上面还有这么一大片茶叶。这边呢，它是属于梅潭县，梅潭县的特产呢就是茶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梅潭翠芽？这个翠芽呢，就是这边产的。在我们贵州特别出名。这一段就没有刚才那一段好走了。你们看，这条路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树叶，走上去还有一点滑。看样子这上面应该很少有人走了。这条路已经是杂草丛生了。这些已经挡住路了。今天天气这么热，再加上周围的杂草这么深，我还是找一根棍子防身吧，真怕有蛇。哇，这里的风好大，好凉爽呀！这条路好陡啊，一直都是在爬坡。本来想着今天爬山应该不会那么累，没想到
这条路比我之前去那个静安鼎云寺那条路还难走，因为这条路它的落差比较大，走起来呢是非常的吃力的。我感觉我们快到了，你们看，都能看到这个崖壁了。这崖壁底下好多草，长得好茂盛啊，这一大片都是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上面居然有菜，这好像是那种小白菜，都已经结上这个豆角了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上面怎么可能有菜呢？我想了一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上面有人居住。你们看，这里一大片都是这个菜。这里还有一个人工堆砌的一个梯子，你们看，全是用这种石头垒砌起来的。哇，在这里还有一块碑，这块碑已经残缺不全了。我们看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好多字迹已经看不清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民国12年，好像是12还是4。我算了一下，民国14年的话，距今现在的话已经有100多年了。它这里有碑的情况下，只能说明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这上面是一个庙。现在我们从这里爬上去，哇，你们看，这段梯子它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，在悬崖边边上开凿出来的。看这里也有一大片菜，上面崖壁上也是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更多，像是野生的，又好像又不是。这一段路好险呀！你们看，它是紧贴着这个崖壁走的，底下呢就是悬崖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个风筒，你们看，它是用一个桶做的，应该是附近村民放的。这是一个风筒，用来招蜜蜂的。像到一定的收割季节，他们会来收割、采摘。这里好陡啊！哇，你们看，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。这里竟然搭了一座木桥，这座木桥搭的也太随意了吧！你们看，他又直接在这里放了几根木头，连固定都没有做。也不知道它稳不稳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你们看，台阶上面都有轻微的晃动。走这样的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，我感觉我走在上面都是胆战心惊的。你们看它底下是悬空的，如果说稍不留神的话，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哇！我终于走过来了，真的是太惊险了。这里要开启4驱模式了，手脚并用。哇，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这里是一座木房子，在这
个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块碑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上面刻着“修同善缘”，这个应该是缘，少了一个偏旁。上面刻了一些人的名字，这一块呢应该是一块功德碑。从它的风化痕迹来看的话，这块碑应该不久。这里呢就是悬崖房子，你们看它这个房子手处地真的是非常的独特，它是建立在一个悬崖绝壁上的。这里和我预想的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庙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供奉着一些神像和佛像，中间坐着莲花的应该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些神像和佛像呢，它是融合了当地的一个特色。刚才我说这位是观世音菩萨，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这位拿着一个葫芦，底下还有一位比较小的，他手里拿一个法器。中间这位呢，他是被红布给盖着，我看不清楚。但是我从他底下这个莲花来看的话，所以我的猜测他应该是观世音菩萨。这旁边还有一位也是用这个布给盖着的，他手里呢拿了一个法器。在这个角落还有一位，他是身下骑着一个老虎。看这位，这位他手里拿了一个护板，从他的衣着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判官。看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呢他是穿着一个铠甲，应该是一位大将军。你们有没有看出他们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内部构造。它这个房子呢，它是依这个山势而建的。你们看，它里面一侧呢是紧贴着这个崖壁的。再看顶上，顶上的岩石它是向外突出的。如果说遇到下雨的话，它这个雨呢，它是淋不到这里的神像的。所以呢，它这个地势还是非常的好的。看这里，它还搭了一个简易的一个供台。你们看它这个地势，它这个地势是不平整的。那边一侧呢，它这个地基是紧贴着这个地面的；这边一侧呢，它是悬空的地下。你们看，它这个犄角呢，它是用石头给垫起来的。我感觉这个房子看起来非常的不稳固。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推动，我感觉都能把它推动。哇，好牢固呀！这里还放了几包纸，你们看，这是，哇，非常的干燥。它这个雨它是淋不进来的。这里还放了一袋香，里面还有纸，这些呢都是供来往的香客使用的。这里还有一张桌子，你们看，上面还有2个打火机。这个桌子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小的。你们看它这个凳子非常的有意思，它就在2个木板之间搭了一个木板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凳子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桌子还是椅子呀？你们看，如果说你说它是桌子吧，这也太小了吧。如果说你是说是凳子的话，但是怎么这么高啊？又高又大的。像我的话，你看，坐着好格格不入呀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外面，哇，这里的视野好宽阔呀！这底下呢就是悬崖绝壁了。我目测的话，大概在200-300米左右，没有300米也有200米。看底下的村庄，因为它这个木房子和周围的环境已经融为一体了，所以你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看不到房屋。你看，底下还有很多田地，都是在耕种的。这边还有用石头搭的一个，看这碎屑来看，应该是燃烧那个香和纸的。你看，这里还有灰。哇，这边就非常的惊险了。你们看，
这里完全是绝壁，有种那种绝壁凌空的感觉。这边是完全没有树木遮挡的，哇，真的是太吓人了！从这里看下去的话，从这个角度看下去，真的是非常的惊险。给大家再看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体结构。房子呢是一个木质结构，你们看它这个房子修得非常的简易，四面透光。刚才我们在底下看到底下有很多菜，我还以为上面有人居住呢，没想到上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小庙。你们看，从这个房子的外表来看的话，它这个房子应该是很老了。刚才我们不是在底下看到有一块碑嘛？那块碑是在民国14年的时候立的。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呢，也是在民国14年的时候立的呢？刚才我们从这边走过来的时候，还没发现，在这个墙上挂了一个牌匾，你们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你们看，这牌呢，应该是一些人的一些名单。再看这边，这边有一首诗：古今虚风中，上面一个字看不见了。神佛庙宇回什么？每逢619拜，人群炮声震什么？这个地方叫做虚峰，但是这个寺呢，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寺。它这边写着每逢619拜。在我们贵州呢，它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每年的6月19有一个朝庙会。它这里呢，应该每年的6月19非常的热闹。这座房子的所处地真的是太独特了，按照以前的说法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我非常的好奇，当时这个材料是怎么运上来的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，那个路是又陡又险，当时一定费了很大的财力和人力。你们看，就修建在这个悬崖边边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在这里看风景真的是绝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